在我国古代出现过无数的将领，他们有的以行军打仗、排兵布阵而成名，有的以个人武力而闻名天下。但不论是以何种方式，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那么今天就让我们盘点一下中国历史上的10大猛将。第10名，霍去病。一说冠军侯，大家一定会想起霍去病。虽说名字叫去病，但其实霍去病也只活了23岁就因病去世了。霍去病是西汉时期的著名将领，好骑射，善于长途奔袭。他是西汉名将卫青的外甥，而他的姨母就是大名鼎鼎的卫子夫。在卫青的影响下，霍去病从小就梦想着上阵杀敌，所以练就了一身的本事。元朔6年漠南之战，未满18岁的霍去病主动请缨，武帝便封他为标遥校尉，随军出征。霍去病凭着一腔血气、骁勇以及800骑兵，在茫茫大漠里奔驰数百里寻找敌人踪迹。结果他长途奔袭的战术首战告捷，战敌2028人，杀匈奴单于祖父，俘虏单于的国相及叔叔。霍去病安全返回后，汉武帝立即将他封为冠军侯，赞叹他勇冠3军。要说他最有名的，就要数封狼居胥了。后世的将领无一不把他当作毕生的追求。英年早逝是霍去病的真实写照，如果不是因病去世，我想霍去病的成就会更高。第9名，岳飞。要说精忠报国，我想没人不知道岳飞吧，毕竟是身上背着这4个字的人。岳飞是南宋最杰出的统帅，他的一生都是在抗金。金兀术把他当作一生的敌人，他重视人民抗金力量，缔造了廉洁和硕之谋，主张黄河以北的民间抗金义军和宋军互相配合，夹击金军以收复失地。岳飞治军赏罚分明，纪律严整，又能体恤部属，以身作则。他率领的岳家军号称冻死不柴屋，饿死不打卤。今人流传有汉山易、汉岳家军难的评语，表达对岳家军的由衷敬畏。说到岳飞，就要提一下他麾下的卑微军。岳家军最多时近10万人，而卑微军不过8000余人。在朱仙镇之战中，曾以500人打破金军10万。岳飞的一生都在反对求和，但当时南宋朝堂太过软弱，也害怕岳飞功高盖主，于是就有了著名的12金牌招岳飞。岳飞因此蒙受不白之冤，最终惨死。第8名，戚继光。戚继光是明朝时期著名的抗倭将领，当时倭寇肆虐明朝的海岸线，随意杀害明朝百姓，戚继光就带领军队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。在10余年的抗倭战争中，倭人死伤无数，再也不敢进犯一步，确保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后又在北方抗击蒙古部族内犯10余年，保卫了北部疆域的安全，促进了蒙汉民族的和平发展。同时，戚继光又是一位杰出的兵器专家和军事工程家，他改造发明了各种火攻武器。他建造的大小战船、战车使明军水陆装备优于敌人。他富有创造性的在长城上修建空心敌台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是极具特色的军事工程。第7名，李靖。说起李靖，大家一定会想起哪吒的父亲，但今天我们要说的可不是陈塘关总兵李靖，而是隋末唐初将领、文武兼备的著名军事家李靖。李靖善于用兵，长于谋略，原为隋将，后效力李唐，为唐王朝的建立发展立下赫赫战功。渭水之盟发生之后，唐太宗深以为耻，发誓一定要报复突厥。贞观3年8月，决定出击东突厥，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，以张公瑾为副，发起了强大的军事攻势。李靖亲率3000精锐骑兵，冒着严寒从马邑出发，向鄂阳陵挺进。李靖进击定壤，在夜幕掩护下一举攻入城内，总灭掉突厥。后李靖又率军攻打吐谷浑，经过了2个月的浴血奋战，攻灭了吐谷浑，并向京师告捷。李靖一生南征北战，战绩彪炳，被世人称为军神。第6名，薛仁贵。要说起薛仁贵，那也是鼎鼎大名，在影视戏剧当中，大家经常会看到他的身影。薛仁贵名薛礼，字仁贵，他是唐朝赫赫有名的一员大将，自幼出身贫寒，但从不放弃，练就了一身的好本领。后来他从军上战场，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，每战都身先士卒，在战场上勇猛无比。他的统军能力也是鲜有人能及，多次指挥重大战役，打得外敌丢盔卸甲，少有败绩。3箭定天山、降服高句丽等都是他留下的传奇。第5名，吕布。马中赤兔，人中吕布，这句话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。这句话正是吕布最好的写照。吕布虽然统军能力不是最强，但架不住人家武力之高啊。三国时期的猛将太多，但谁也不敢说能够稳胜吕布，毕竟他可是三国武力的天花板，人称天下第一猛将。
从三英战吕布到辕门射戟，无一不体现出吕布的武力强大。虽然武力强大，但这人品可不怎么样。他反复无常，又生性多疑，他投靠过的人都没落下什么好下场，最终被曹操击败并处死。第4名冉闵。要说中国古代的历史最黑暗的时候，那一定要算两晋时期，五胡乱华了。当时的胡人任意肆虐华夏大地，汉人被他们称为两脚羊，不仅大肆杀掠，还口而食之，汉人数量一度大减，甚至到了亡族的时候。就在这时，后赵大将冉闵发布了让汉人崛起反抗的杀胡令，才让汉人的血脉得以保存。冉闵一生能征善战，勇猛无比。杀胡令的出现也让他的威望达到了顶峰，死后被追忆为武道天王。之所以排在这里，是因为他颁布的杀胡令让汉人免遭灭族之祸，单论这点就让人尊敬。第3名李存孝。王不过霸，将不过李，很多人都听过，其中的李指的就是李存孝。他是唐末至5代著名的猛将，武艺非凡，勇猛过人，被称为唐末5代第1猛将。野史中曾领18骑夺取了长安，虽说是夸张之词，但也能看出李存孝的勇猛，连第2名的王彦章在他手下都走不了几合。李存孝最为有名的是手下500人的飞虎军，多次同他并肩作战，取得了战无不胜的辉煌战绩，令对手闻风丧胆，名扬天下。后因对义父用人存在疑问，遭人离间，最终落得五马分尸的可悲下场。第2名项羽。说完了将不过李，那一定要说王不过霸。霸指的就是霸王项羽。要说项羽，大家都是耳熟能详，力能举鼎是最能体现出项羽的力气大。项羽早年跟随叔父项梁在吴中起义，项梁阵亡后，他率军渡河救赵王歇，于巨鹿之战击破章邯、王离领导的秦军主力。成语破釜沉舟说的就是这次战役。秦亡后，与刘邦形成了长达4年的楚汉之战，最终项羽兵败垓下，突围至乌江边后自刎而死。今日我虽死，却还是西楚霸王。第1名魏之。中华上下5000年出现了无数的猛将，都说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但这么多的武将要排个1、2也着实太难了。毕竟大家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最强武将，也欢迎大家踊跃评论，和小编探讨一下你心中的10大猛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